同样叫青鱼。进口的挪威青鱼脂肪含量大约 15%到16%，台湾自己捞的青鱼只有 2%到3%。这是水产业界人士徐成儒在媒体访谈里提出的分析数字，不是官方统一公告的检验值。你先把它当成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产业说法，就算取这两个区间最保守的算法，中间也差了5倍以上。这个差距的来源不是你以为的品种，也不是你以为的产地，是那条鱼被捞起来的那个月份。先把画面讲清楚，你走到超市的冷藏柜前面，同一排架子上会摆2种东西，一种是切得方方正正的青鱼片，鱼皮花纹很深，肉是偏白的，摸起来厚实，一片压在保鲜膜底下沉甸甸的，标价常常是另一种的好几倍。另一种也是青鱼片，体型小一点，肉色偏红偏暗，血和肉那条深色的部分特别明显，一片卖得很便宜，有时候3片凑一包还不到100块，回家下锅差别更明显。贵的那一片放进干锅，不用放油，火一开，油就自己从鱼皮底下渗出来，滋滋作响。煎到后来，锅底积了一层鱼油，翻面的时候鱼皮是脆的，咬下去肉会喷汁。便宜的那一片下锅要先抹一层油，火大一点就缩，翻面容易散。煎好之后，嘴巴里的感觉是柴的、干的，肉纤维一丝一丝分开，得配酱油或配汤才吞得下去。大部分人遇到这个落差，第一个念头都是往产地想，是不是外国的海比较干净？是不是人家的鱼种比较好？是不是我们的技术比较差？这3个猜测听起来都很顺，但是他们都没有讲到重点。真正的关键不在那条鱼是哪里出生的，在于它是哪一个月被捞起来的。很多人吃完就下了一个结论，台湾的青鱼比较差。这一支影片要讲的就是这个结论错在哪里。它们不是2种等级的鱼，是2个季节、2段回游路线上被捞起来的同一类鱼。先把数字摊开， 15%到16%跟 2%到3%，这2组数字是同一位水产专家在同一篇分析里并排提出来的。他要解释的是一件很实际的市场现象，就是台湾青鱼在市场上被压价的关键到底在哪里？答案就是油。餐饮业要的是煎起来会出油，烤起来会滴油，做成一夜干会香的鱼。一条身上有 16% 脂肪的鱼，你怎么煮它都不会太难吃，因为油会帮你把味道带出来，也会帮你留住水分。一条身上只有 2% 的鱼，煎的人稍微失手就是柴的，蒸的人火候一过就是干的。同一个厨师，同一口锅，出来的成绩单完全不一样。你可以把脂肪想成鱼肉里面的安全气囊，加热的时候，肌肉纤维会收缩，会挤出水分，脂肪夹在纤维中间，等于帮你把收缩的力道缓冲掉一部分。油多的鱼，纤维被撑开，咬下去是散的，是嫩的。油少的鱼，纤维一收就紧紧靠在一起，那个口感就是我们讲的柴。所以同样是青鱼，一个进到日式定食店，进到餐厅的菜单里，一个进到罐头工厂，进到鱼市场的便宜货箱里，价差不是因为谁比较高级，是因为采购的人在买那层油。买家的逻辑很现实，他要的是一道菜端出去，客人会回头，不是要一条履历漂亮的鱼。这里有一件事要先讲清楚，脂肪高不等于营养高，脂肪低也不等于营养低。这一支影片讲的是好不好煎，香不香，能卖多少钱，不是讲哪个国家的鱼比较好，哪个国家的鱼比较差。鱼身上有多少油，是它在被捞起来那一刻的生理状态，不是它的身份证。同一群鱼，这个月是肥的，过几个月就是瘦的，你要嫌它，只能嫌那个月份，不能嫌那片海。那为什么会差这么多？关键在回游跟捕捞季节。青鱼是会跑的鱼，它一整年都在海里移动，跟着水温走，跟着食物走，水冷的时候往南，水暖的时候往北，一年一个循环，像候鸟一样，有固定的路线跟时程。这条路线走到哪里有东西吃，走到哪里准备产卵，都是有节奏的。它在饵料丰富的水域大吃特吃的时候，是在为过冬跟产卵存本钱。那段时间身上的油会一路往上堆，堆到皮下，堆到肚子，堆到肌肉纤维中间，整条鱼的体型会变得浑圆，背部厚实，摸起来像塞了东西。等到它产完卵，那些油等于整批提领出去用掉了，剩下的鱼就是一副空壳子，肉还在，油没了，体型看起来甚至会变得比较扁，比较长。
这件事你把它想成人在准备一场长跑就懂了。跑之前要吃饱，跑完之后整个人是虚的。鱼1年跑一次，你刚好在哪个时间点遇到它，决定了你拿到的是哪一种鱼。高纬度的海域水温低，鱼要撑过去，必须把油存得很厚，加上那边的渔业作业高度集中在鱼最肥的那几周，一船拉上来就是整批同一个状态的鱼，直接在船上冷冻，上岸直接分切分级。你买到的那一片是那条鱼一生中最肥的时候，而且从离水到冻住之间的时间被压得很短。台湾附近的青鱼不是不会肥，是捞的时间点常常不在它最肥的那几个月，有的是在它刚产完卵，身上油被掏空的时候捞的，有的是在它还没开始囤油的成长期就被捞起来了。同一片海域，同一种鱼，4月捞上来跟11月捞上来，摊开在你眼前就是2种完全不同状态的东西。那为什么不干脆都挑最肥的那几个月捞就好？因为船不是想出去就出去，鱼群什么时候靠近岸边，什么时候散开，东北季风什么时候起来，海况能不能作业，这些都不是人说了算。船一趟出去，有油钱，有人力，有时间成本，只要海上有鱼，只要有买家愿意收，船就得出去。加上青鱼在台湾有很大一块是供应、加工跟其他用途，那些用途对油脂没有那么讲究，捞的节奏自然就不会只跟着油脂最高的那几周走。这句话要记住，同一片海，不同月份，捞起来的是完全不同的鱼。所以标题讲差别不在产地，讲的就是这件事。你不是买到一个比较差的品种，你是买到一条在错的时间被捞起来的鱼。这中间的差距不是靠养殖技术补，不是靠加工补，也不是靠厨艺补，是靠挑月份。讲到台湾的青鱼，就一定要讲南方澳。南方澳在宜兰、苏澳海岸线，一转进去就是渔港，三面环山，港湾像一个被山抱住的口袋。这个地方之所以会变成青鱼的故乡，靠的不是人特别厉害，是地形跟洋流刚好都站在它那一边。第一个条件是地形，南方澳外海刚好在大陆棚跟大陆斜坡的交接带上，靠岸的地方海底是一片相对平缓的平台，再往外走地形突然陡降下去，海底一有这种落差，水流撞上去就会被推着往上翻，把底层沉积的养分整批带到有阳光的表层，浮游生物在上面大量繁殖，小鱼来吃浮游生物，青鱼来吃小鱼，这叫永生流，是全世界大渔场共同的条件。第二个条件是洋流，台湾东北角这一带正好是清朝跟黑潮势力互相碰头的地方，一边是从北方下来的冷水，一边是从南方上来的暖水，两股水交汇的位置养分最丰富，水温也最适合，就成了洄游鱼群最喜欢集结的地带。鱼群一路游到这里就停下来吃，一停就是成千上万条挤在一起，这2个条件叠在一起，结果就是渔获高度集中，船不用开太远，出港没多久就到渔场，油钱省下来，鱼也还新鲜。这件事对一个渔港来说比什么都重要。实际的作业多半在晚上，青鱼有趋光的习性，船队会用强力的灯把鱼群聚到一起，再放网收拢。一组作业通常好几条船分工，有的专门负责探鱼，有的负责放网，有的负责把鱼接驳回港。天亮前后船进港，鱼一箱一箱吊上岸，港边的拍卖就开始，喊价的声音，冰块倒下去的声音，卡车的引擎声混在一起。这一段热闹大概维持到早上，等到市区的人刚出门上班，港边已经收工了。关于南方澳到底占全台青鱼多少，坊间有2组数字，我2组都讲给你听。一组说南方澳的青鱼渔获量占全台90%以上，另一组资料写的是占60%左右。同时提到全台1年的青鱼产量大约4万吨，产值大约6亿元。这些数字散在不同单位的资料里，统计的年度不一样，算法的基准也不一样，你把它当成一个范围看就好。重点是不管采用哪一组，南方澳都是压倒性的第1名。为什么会差到90%跟60%这么多？最常见的原因是算的东西不一样，有的资料算的是在这个港口卸下来的量，有的算的是这个地区船队的总渔获，有的把不同种类的鱼合在一起算，有的分开，年度不同，海况不同，数字自然会跳。所以你听到任何一个很漂亮的百分比，都要先问一句，这是哪一年，算的是什么？
再来讲产业，台湾的青鱼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捞的，早年的渔法是小规模的，一家人一条船，捞上来的鱼自己吃，附近卖一卖，剩下的晒掉、腌掉，这叫家计型渔业。鱼多的时候卖不掉就烂掉，鱼少的时候就少吃一点，整个节奏绑在天气跟运气上。转折点出现在加工厂进来的时候，苏澳的第一家罐头工厂成立在1945年，这是产业资料里常被引用的一个时间点。有了工厂，鱼就不只是今天要吃的菜，变成可以放进仓库，可以载到别的城市，可以外销出去的货。鱼一旦变成货，捞的逻辑就变了，重点从够吃就好变成愈多愈好。接着日本引进了大型围网的技术，围网跟传统渔法的差别很直接，传统渔法一次捞一点，围网是用一张很长的网把整群鱼围起来，底下收紧，像一个布袋，一次把整群收上来，单船的产量往上跳好几个级距，船也跟着变大，设备跟着变复杂。围网还有一个很多人不会想到的影响，整群鱼一次收上来，等于同一张网里的鱼几乎是同一个状态，同一片海域，同一个时间点，同一个肥瘦，所以市场上一批鱼才会这么整齐，肥就一起肥，瘦就一起瘦。你买到哪一种，看的就是那一网是什么时候下的，鱼一多，岸上就得跟着长出配套。苏澳的罐头加工厂一家一家开，冷冻厂也一间一间盖，卡车在港边排队，整个镇的作息开始跟着渔船进港的时间走。半夜港口灯火通明，天还没亮，拍卖就开始。这是很多讨海家庭几十年的生活节奏。台湾的青鱼产业就是从那个时候从家计型翻成工业化，到今天台湾每年捕获的青鱼大约有2成到3成是做成罐头的，这是产业资料的估算，不是逐年统计出来的数字。这也是为什么你在架上看到的青鱼罐头那么便宜那么多。工厂要的是稳定的量跟稳定的规格，不是要最肥的那几条，尺寸整齐，供应不断，比什么都重要。除了罐头，这条鱼还会被做成好几种你熟悉的东西，剖开抹盐，风干就是一夜干，盐渍之后可以放比较久，也有做成烟熏，做成调味鱼片，做成便当菜的。加工的共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把一批集中上岸放不久的鱼变成可以慢慢卖的商品。台湾海边的渔村会发展出这么多腌、晒、熏的做法，不是因为谁特别会做菜，是因为鱼一次上来太多，不处理就烂掉。那剩下的7、8成去哪里了？这是最多人没想过的一段。第一个去向是饵料，台湾的尾盐绳钓船队出海一趟就是好几个月，一条主绳放下去，上面挂着几千个钩子，每个钩子都要挂饵，这种消耗一天一天累积，一年下来需要的青鱼是非常大的量。对船队来说，青鱼不是餐桌上的食物，是出海必备的耗材。第二个去向是养殖，养石斑要喂生饵，产业界估算过一个换算，每养出5000吨的大鱼，大概要用掉15000吨的生饵。这个比例你念一遍就有感觉，喂下去的饵比养出来的鱼还多，是3:1。这些数字同样是产业推估，不是逐笔统计出来的，你听的时候心里有个底就好。饵料这条路还有一个关键，当一批鱼是要拿去当饵的，买家对油脂、对外观、对大小根本不挑，只要量够，价格够低就好。所以整个市场的定价逻辑会被往下拉。你想想看，一条鱼同时有3种买家在抢，一种是要拿去喂鱼的，一种是要送进工厂搅成罐头的，一种是要挑最漂亮那几条摆上餐桌的。前面2种买家把价格的地板压在很低的位置，第3种买家只有在鱼真的够肥够漂亮的时候才会出手加价。这就是为什么台湾青鱼在多数月份卖不到好价钱。第3个去向是出口，台湾的青鱼出口市场高度集中在泰国、越南、埃及、马来西亚这几个地方，这4个加起来就接近8成。这也是媒体报道引用的产业资料，不是海关逐年公告的定论。把这3条路加起来你就懂了。你在市场上不容易买到品质最好的台湾青鱼，不完全是因为台湾的鱼不好，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那些鱼根本没有走进你家附近的市场，他们一上岸就分流了，一批进工厂，一批进冷冻库当饵，一批直接装柜出口，留在零售端让你挑的是分完之后剩下的那些。再来这一段是这一支影片最重要的部分，也是标题跟封面一直没有讲出来的那个东西。鲜度一掉就会出现
而且煮不掉的那个它叫做组织胺。青鱼、尾鱼、煎鱼这些青科鱼类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血合肉特别多。血合肉就是鱼肉里那一条颜色偏暗红的部分，靠近鱼骨、靠近鱼皮的地方特别明显。你切青鱼的时候一定看过，那是这种鱼长时间游泳用的肌肉，血流量大，代谢旺盛。这块肉里面含有大量的游离组氨酸。这种鱼还有一个特性，它的鲜度掉得比很多鱼快，体型不大，活动量大，血合肉比例高，离水之后身体里的变化跑得特别急。同样放2个小时，有些鱼看起来还好好的，青鱼已经开始走下坡。这不是谁的错，是这种鱼天生的体质。组氨酸本身没有问题，它是很正常的。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材料之一，问题出在鱼死掉以后，只要鱼体的鲜度开始下降，附在鱼身上的细菌就会开始工作，把一个一个组氨酸转换成组织胺。温度愈高转得愈快，在摄氏20度左右的环境里，组织胺会大量生成。夏天的台湾，摊子上、机车踏板上、汽车后车厢里、厨房流理台上，随便一个地方都不止20度。它不是有人偷加进去的，不是农药，也不是防腐剂，它是鱼自己身上的成分在鲜度变差的时候被细菌转换出来的产物。你买的是一条干净的鱼，只要温度没顾好，它自己就会在桌上长出这个东西。最麻烦的是后面这一句，组织胺加热破坏不掉。你把鱼煎到焦，蒸到透，煮到汤都变白，该有的细菌都被杀光了，可是已经生成的组织胺还在那里，一分都没有少。这跟我们平常理解的食物安全不一样。我们习惯想的是煮熟就没事，有味道就丢掉，没味道就能吃。这件事上这3条都不算数。组织胺高的鱼，外观不一定看得出来，味道也不一定闻得出来。真正能防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不要让组织胺有机会生成，温度控制住，细菌动不了，组氨酸就一直是组氨酸。而且要记住一件事，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，是会累加的。鱼从离开海水那一刻起，就在跑一场温度的接力赛。船上有没有立刻进冰仓？进港之后在岸上晒了多久？运到批发市场的路上冰够不够？摊子上是躺在碎冰里还是躺在干的台面上？你买回家路上花了多久？进冰箱之前又在桌上放了多久？这一磅一磅，只要有一磅掉了，那段时间生成的组织胺就永远留在鱼身上，后面再怎么冰都退不回去。它不像细菌可以被杀死，它是已经生成的东西，只会愈积愈多。所以食药署给的建议非常具体，冰鲜的鱼跟鱼制品贮存温度要在摄氏4度或以下，冷冻的鱼制品要在摄氏-18度或以下。鱼体从开始解冻到下锅烹煮之前，整段时间不要超过2小时。这3个数字翻成生活里的动作是这样：买鱼不要顺路先去别的地方，不要买完鱼再去公园走一圈，再去银行办事，买完直接回家。夏天出门买鱼带个保冷袋，跟老板多要1包冰，别让鱼在车上闷着。冷冻鱼要退冰，前一晚放到冷藏室慢慢退，或是连着包装泡在冷水里加速退。不要丢在流理台上退1个下午，更不要早上拿出来，晚上才煮。很多长辈的习惯是出门前先把鱼拿出来退冰，回家刚好可以煮。这个习惯在冬天勉强过得去，在夏天就是最危险的做法。冰箱本身也要顾，冷藏室不要塞到满，塞满了冷气跑不动。门边那一格温度最不稳定，别把鱼放在那里。鱼买回来如果不是当天煮，直接分装进冷冻，一次一餐的量，不要整包冰进去，再整包拿出来退冰，退到一半又冰回去，反复退冰再冷冻，是把鱼推向危险最快的一条路。煮不完的鱼也不要在室温下放凉再冰，趁还没完全回温就分装进冰箱。前面那一磅你管不到，能管的是最后这几磅，也就是从摊子到你家餐桌这一段。这一段常常是整条链子里温度最不受控的一段，因为前面每一关都是专业的人在做，都有冰，有冷藏车，有冷冻库，只有最后这一段是你自己拿着一个塑胶袋在走。如果不小心吃到组织胺过高的鱼，反应通常来得很快。资料上写的是食用后数分钟到4个小时内出现，症状大概会持续3到36个小时。因为它的反应看起来很像过敏，很多人会误以为自己是对海鲜过敏，从此不敢吃鱼。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吃到鲜度不足的鱼，真的出现不舒服。尤其是本来就有慢性病，正在长期吃药的长辈，
不要自己在家称，直接去看医生，把吃了什么、什么时候吃的、跟谁一起吃的讲清楚，让医师判断。平常有在固定服药的饮食要大改之前，也先问过你的医师，药照吃，菜色却整个换掉，身体的反应可能会跟原本不一样。在外面吃也一样，要留意。这种问题最常出现在青科的鱼身上，也就是青鱼、尾鱼、煎鱼这一类。如果一口吃下去觉得味道刺刺的、麻麻的，或是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怪味，不要觉得浪费，就硬吞下去，那一口就停在那里，把盘子放下。年纪大了，肠胃跟循环的耐受度本来就不比年轻的时候，省下那一块鱼的钱远远不值得。讲到这里，可以把整件事收起来了。台湾青鱼便宜不等于台湾青鱼差，它便宜是因为市场在买那层油，而那层油什么时候有，什么时候没有，是回游跟季节决定的，不是产地决定的。所以买台湾青鱼，第一件事是挑月份，原则很简单，挑天气冷的那几个月，鱼为了过冬跟准备产卵，会在入冬前后把油囤到最后。照这个回游囤油的规律推，加上鱼期的经验，秋末到冬天这一段捞上来的青鱼，油脂状态通常是全年里比较好的。这里要先说明，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对照，不是逐月量出来的检验数字，实际还是要看当年的海况跟鱼群状态。反过来说，产卵季刚结束的那段时间，鱼身上的本钱刚被掏空，同样一条鱼，肉质就是两回事。同样的钱，你买在对的月份，等于白赚一层油。怎么记住月份？有一个很土但是很好用的方法。天冷你想加衣服的时候，鱼也在加它的那一层，你自己开始觉得要穿外套了，那段时间的鱼通常最肥。天气热到你只想穿短袖，鱼身上那层外套多半也已经脱掉了。这个比喻拿来当买菜时的判断起点，已经比只看标价准得多。第二件事是开口问，到摊子前面问3句话就够了。第一句，这批是什么时候的货？第二句，是现流的还是解冻的？第三句，如果是解冻的，退冰多久了？愿意清楚回答你的摊商，通常自己也在意鲜度，因为他每天都要面对同一批客人，含糊带过，或是反过来嫌你啰嗦的，你心里就有数。还有一个小诀窍，能买整条的就不要买切片的。整条鱼的眼睛、鱼鳃、肚子都还在，你有3个地方可以判断鲜度。切成片，去了头，摆在保丽龙盒里包上保鲜膜之后，这些线索全部被拿掉了，你只剩下肉色可以看，而肉色是最容易被灯光骗的。市场的灯打得红，什么肉看起来都很新鲜，多花一点时间请摊商帮你处理，换到的是看得见的资讯。第3件事是用眼睛跟鼻子验收，眼球要饱满透亮，不要凹陷混浊，鱼鳃翻开要是鲜红色，不要暗褐色或发黏。鱼身按下去要有弹性，会马上弹回来，按下去凹着不动的就别买。鱼皮的花纹要清楚有光泽，肚子要完整，不要破。味道要是干净的海水味，只要闻到一点刺鼻的酸味或阿摩尼亚味，不管多便宜都放下。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细节，冷冻不是无限期，鱼放进冷冻库不会坏得那么快，但是油脂还是会慢慢氧化，时间久了会出现一股油耗味，煮出来就是不对。买回来分装的时候，顺手在袋子上写个日期，先买的先吃，不要让同一包鱼在冷冻库深处躺半年。冷冻库跟冷藏室刚好相反，冷藏室要留空隙让冷气跑，冷冻库塞得满一点，反而温度比较稳，比较省电。因为冻硬的东西本身就在帮忙保冷，但是塞满不等于可以塞到旺季，每个月翻一次，把快到期的先煮掉。第4件事是煮法要配合，低脂的鱼不能用高脂的鱼那套煮，少了油当缓冲，久煎、大火、反复翻面都是把它煮柴的做法。这种鱼比较适合先抹点盐，静置一下，逼出水分，用中小火把两面煎定型就起锅，或是走味噌煮、红烧，加点油脂一起炖的路线，让外面的油补进来。想吃一夜干的口感，就抹盐封干1晚再煎。方法对了，便宜的鱼一样好吃。还有一件事值得知道，台湾从2013年开始实施青鱼的渔获管理措施，包含休渔期跟捕捞量的管控。相关报道指出，实施之后资源有略为回升的迹象。
这是媒体引用的产业观察，不是精准的资源普查结论。不过这件事跟你挑鱼有关，资源养得回来，季节的节奏才会稳，你才有机会在对的月份买到对的鱼。下次站在冷藏柜前面，你要看的不再只是标价，你要看的是这条鱼是几月被捞起来的，是怎么一路冰到你面前的，还有从你把它放进推车那一刻起，到它进锅子之前的这段时间，你有没有让它一直待在够冷的地方。挑对月份，你花小钱就能吃到肥美的鱼，全程保冷，你才不会把一顿好鱼吃成一趟急诊。